網友們太震撼了，有一個人30年前就把我們今天的世界給提前寫出來了，不管是互聯網、手機平台還是人工智能，他幾乎全都說中了。這個人就是有名的凱文·凱利，很多人知道他，因為寫了一本叫《失控》的書。如今，這位硅谷譽為先知的老人已經70多歲了，他的新書2049未來1萬天的可能，他還在繼續的向未來看。今天我們就來聊聊他的未來的透視，請一定看到最後。他在驚掉你的下巴的同時，帶給你更多的啟迪和應對的方法。首先，他談到一個第二次我的概念啊。我剛看完他的一期這個最新的訪談，裡面最值得我們普通人警惕的有下面幾個點啊。我們先說第一個，就是未來最嚇人的是 AI 不僅可以幹活，而是 AI 開始替你認識到你自己。主持人問凱蒂說，到了數字時代，數據會不會比我們更了解我們自己？比如說那個智能眼鏡這個東西，可能連我們自己都沒有注意到它的表情、停頓、視線的變化，它都能夠精準的捕捉到。你嘴上說自己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但它不光是只聽你怎麼說，它會直接看你的真實反應，也就是說，它比你自己更了解你。那麼凱文·凱利呢，給出一個特別嚇人的判斷，他認為未來的我們擁有一個第二次的我，他會一直看着你，關注你，理解你，最後甚至比你更了解你自己。以後真正可怕的不是他会推薦內容，也不是他能夠效率更高，而是他會越來越精準地影響你的注意力，包括你的消費選擇、情緒的判斷，甚至你怎麼看待你自己。比如說你剛剛刷了一個短視頻，你停下來，他就知道你為什麼會停下來。你自己還沒想明白，他就先想明白了。所以以後很多的平台和產品，他搶的不光是你的時間，搶的你的眼球，還在搶你的，注意啊，叫判斷權。凱文·凱利提到了第二次的我，實質上呢是鏡像世界與個人大腦模型的一種結合。過去呢，我們說啊，千人一面，到現在的靈魂的分身。那麼目前這個算法推薦呢，不管是 TikTok 啊，還有 YouTube， 那都只是初級階段。他們通過點擊率來猜測你的喜好。但凱文·凱利預測，隨着智能眼鏡 AI 和生物傳感器的普及 ，AI 捕捉的是你無意識的反應，這個又進了一步啊。我們跟大家來佐證一下啊，這蘋果的 Vision Pro 已經可以追蹤眼球的動向，未來的新的設備能實時監測你的瞳孔的放大，表示你的興奮，你的微表情表示你的厭惡，甚至你的心跳、心率。從這個邏輯往前延伸 ，AI 不再是猜你喜歡什麼，它能夠直接獲取你的生理真相，它會比你更早的知道你愛上了誰。對吧？什麼是一見鍾情？或者你為什麼對某條信息感到憤怒？這個第二次我就像是一個永遠不會疲倦的觀察者，他在雲端為你建立了一個數學的孿生體。再一個呢，我們會發現判斷權就會被外包了。那麼最讓普通人警惕的是選擇的消失。如果 AI 每次給你的建議都是最優解，比方說他推薦的餐廳你最愛吃，他推薦的伴侶最適合你，他推薦的職業最賺錢，你還會拒絕嗎？所以我們再往深的看，這種精確性會逐漸剝奪人類的挫敗感和偶然性。如果人生沒有了選錯的可能，那麼還稱之為人生嗎？人生不是由錯誤組成的嗎？凱文·凱利提醒我們 ，AI 搶奪的不只是時間，而是你定義自己的一個權利。另外很重要的第二點，就是機會的差距這一塊啊。
那麼這也有點顛覆我們的認知。很多人一聊到 AI 了，第一反應就是這是不是有錢人的遊戲？我們普通人是不是只能在旁邊看呢？凱文·凱利不這麼認為。他說，真正被拉開的可能不只是資源的差距，而是機會的差距。說白了，就是很多時候不是機會沒有來，而是機會擺在你的面前，你壓根就沒有識別出來，機會錯過了。在100年前，一個普通人能做的事很少，能選擇的職業也很少。今天很多人的工作放到20年前，那也是根本沒法想象的。這就像智能手機剛出來那會兒，很多過去特別貴、特別複雜的能力，它突然就被塞進了普通人的口袋裡面。比方說拍照、導航、剪輯、支付，這放在以前哪個不麻煩？但現在一塊小屏幕全搞定了，所以 AI 接下來很可能也是這樣。而最後真正拉開差距的不是誰先有資源，而是誰先看明白，誰先敢上手去幹，執行行動，這個很關鍵。那麼也有很多人認為 AI 會讓那個貧富差距無限擴大，認為它是大公司富人的專利。但凱文·凱利提供了一個完全相反的底層邏輯， AI 是另一種形式的電力，或者叫算力我們看一下这個技術的一個平權，它從一個資源的門檻到一個想象力的一個門檻。那麼100年前呢，只能富人能用電；50年前只有科研機構有電腦。但今天最頂尖的 AI 模型，像 ChatGPT-4 和 Cloud， 幾乎是平價甚至免費提供給全球普通人的。我們再來看一個玩叔做的 YouTube 一個 YouTube 的創作者，一個人就可能完成劇本、配音、剪輯和特效。玩叔目前就這麼幹的。這在20年前呢，需要一個上10人的一個專業電視團隊，對吧？所以 AI 把昂貴的能力塞進了每個人的口袋，不是嗎？我們再来看一看一個核心的差距凱文·凱利認為，未來被拉開的不是資源差距，就是你有多少錢買多少算力，而是認知與機會的一個察覺力。很多人盯着 AI 會不會搶我飯碗，而聰明人已經在思考，我能用 AI 解決哪些過去解決不了的難題。比方說玩叔用 AI 來做證券分析、股票分析，是吧？另外有個叫流動思維與動態的更新。在凱文·凱利看來2049年最成功的職業很可能現在連名字都沒有。他建議年輕人保持流動思維 liquid thinking， 就是不要把身份鎖定在某一個技能上面，如我是個會計，那我一輩子當會計，而是鎖定在解決問題的能力方面。比方說像巴菲特一樣思考，挑選出好股票。凱文·凱利給我們的第3點認知是獨一無二。在算法時代，是否要做一個非標的人？這個第3點更狠，就當主持人問凱文·凱利，現在大家都害怕工作被替代，那麼什麼東西最不容易被替代呢？他的回答是，不要逼自己去做那個最好的人，你更該做的是变成那個類別裡獨一無二的人。說白了，就是以後最危險的不是你不努力，而是你還在拿效率硬拼。因為標準化、流程化的東西 AI 它越是能訓練，越是能複製， AI 就越容易做的比你更便宜，比你快，還比你更穩定。所以以後真正值錢的不是你多像一個高階的一個零件，而是你的身上有沒有別人替代不了的東西。它可能是你的判斷，你的審美，也可能是你理解人心的能力，或者是你的表達能力。因為 AI 可以模仿你的工作流程，但是它很難模仿你的经历、你的判断和你的價值觀，对吧？所以玩叔的油管你看你們找不到我油管到底是哪個專業的嗎？是吧？我这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我全都說了，是吧？這是獨特的，是吧？這是玩叔的獨特東西所以凱文·凱利訪談中，他最具策略性的建議是什麼呢？他提出了一個驚人的公式，就效率等於機器，意義屬於
人類。所以不要競爭效率，要競爭獨特性。在過去200年，教育體系把人变成了一個高階的零件，要求你精準、準時、標準化，但這些特質在 AI 面前一文不值。你每天堅持上班啊，每天到時間打卡，這個一錢不值 ，AI 全部可以替代。所以玩叔的深度分析是，只要能被大規模訓練的、有明確套路的工作，比方說初級代碼的編寫、基礎的財報分析啊、翻譯 ，AI 的成本將趨向於0，且速度是人類的100萬倍。所以凱文·凱利提出一個法則，就是如果你做的事情別人通過刻苦訓練也能做到，那 AI 遲早就能做得更好。你必須尋找那些無法被訓練的東西。這我們就要考慮一下，是什麼東西無法被替代呢？我們人生經驗的一個厚度，你的曾經的失敗，你的流浪，你的獨特的成長背景 ，AI 可以磨礪邏輯，但它沒有痛感，它沒有在凌晨3點流過淚的記憶。所以審美與價值觀也是的，機器能生成1萬張漂亮的圖，但它不知道哪一張能觸動人類的靈魂品味。這將成為未來最高級的競爭力。就像 Adobe 創新是靠人類創新，不是靠平台創新，對吧？還有共情與責任 ，AI 可以執行任務，但它不能承擔責任。一個 AI 的醫生可以診斷疾病，但他無法陪患者流淚。一個 AI 的交易員可以買賣股票，但虧了錢，他不會感到愧疚，不會有挫敗感。這就引來我們說的最後的一點呢，就是尊嚴與自由是人類最後的一個不。在訪談的最後凱文·凱利的語調變得非常嚴肅了。他提出一個哲學命題：當最優解就在面前，你是否有勇氣選擇錯誤？這是一個很深的哲學問題啊。那麼，關於對抗算法的誘惑這一塊 ，AI 它像一個極度溫柔、極懂你的伴侶，它會誘導你陷入舒適區。如果你完全聽從它的建議，你會變得越來越平庸，最後變成算法的一個數據點。那麼，什麼是人類的尊嚴？就在於我們的不可預測性。我們有時會為了理想而放棄利益，有時會為了愛情放棄前途。這種非理性正是 AI 無法解析的黑盒子，也是人類之所以為人的一個核心。所以以後美好未來的原動力是什麼？凱文·凱利在2049中強調，他對未來的樂觀不是因為他覺得未來沒有問題，而是因為他相信技術會帶來更多的問題，但同時也帶來更多的選擇。什麼是原動力？每一個新技術的誕生都在為人類提供一種前所未有的探索自我的方式。所以凱文·凱利給普通人的3條行動建議這也是他的人生智慧。在這個被 AI 重新定義的時代，我們不應該恐懼，而應該重塑自己的人生。比方說，主動的擁抱鏡像，但保持清醒，試着把 AI 當成你的第二自我來訓練，讓它幫你處理瑣事，但永遠不要把最終的審美判斷和價值決策交給他。再一個，就是尋找你的獨一無二。我們要經常問自己人生3問的：如果剝離了標準化技能，我身上還有什麼東西是別人帶不走的？去豐富我們自身的經驗去品味培養我們的品味，去深耕那些沒效率的愛好。再一個就是練習說不的能力，在算法時代刻意制造一些混亂和意外，比方說去讀一本 AI 絕不會推薦給你的書，去走一條地圖上沒有標記的小路，對吧？所以玩叔覺得最有衝擊力的
不是凱文·凱利的哪一句的技術判斷，而是那句第二自我。也許在未來真的會出現一個越來越懂我們的 AI， 毫無疑問，這很快就會實現，有大模型嘛。但說到底，真正值錢的還是我們的人生方向的選擇。它可以幫你看清自我，但你到底怎麼選，最終還是只能靠你自己。當一個越來越懂你的 AI 站在你面前的時候，你還有沒有能力對它說不？這可能是以後最貴的東西，也是人最後的尊嚴和自由。正如凱文·凱利所說， AI 的到來不是為了替代人類，而是為了定義人類。它更像一面鏡子，照出了我們身上那些機器永遠無法觸及的最昂貴的東西，那一顆永遠在探索，偶爾在犯錯，卻始終自由的靈魂。以上觀點講的不對之處，請大家和玩叔互動，打在屏幕下方。謝謝大家。讓你能夠聽到我的心，什麼時候也能把我想起。